这是我们国家的海岸线，这是我国已建和在建核电站的分布图。你会发现啊，在我们的整个海岸线上全都有核电站的分布，难道我们的核电站不怕海啸吗？还真不怕啊！请看这句话，我国不会发生类似福岛的核事故。讲的是精细明了，掷地有声啊！它是我在参观漳州能源科普文化馆时拍下的画面啊。其实这次前往漳州能源，我还拍到了更多非常震撼的画面啊，包括核岛的内部。但是秉着过于先进不便展示的原则，各位就只能看能看的部分进行残吧啊！这个是刚刚开工的漳州核电2期工程4号机组的核岛，今天我有幸见证了它浇下的第一罐混凝土啊！大约5年之后，它就会变成像我现在指着的1号机组这样，几个月后就能够投产发电了。你们猜猜它投产出发电量是多少？一台机组1年发电量大约100亿度啊！虽然它发电量大，但是安全显然才是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上的。漳州核电在建的4台机组全都是被誉为国之重器的华龙1号，所以也就创造了这么一个4龙共建的奇观。所以我国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1号的安全性可以说得上是令人发指。下面我们就来见识一下。首先看反应堆设计，华龙1号的反应堆采用了压水堆设计，采用的是高温合金和特殊防腐蚀材料，如锆合金等，以提高耐高温抗腐蚀性能。反应堆核心的结构设计考虑了反应堆在高负荷和极端环境下的稳定性，确保核反应的可控性。反应堆核心的冷却剂流动则通过多个冷却回路，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迅速带走热量，即使在极端情况下，冷却剂也能够通过重力和自然循环方式流动，防止过热。接着再看安全壳设计，华龙1号的安全壳分为内壳和外壳，这种双层设计能够有效抵挡地震、风暴、商用大飞机撞击等外部冲击，确保反应堆的安全性。经过了严格抗压和抗震设计的安全壳能够承受大于标准的自然灾害，比如超强地震、台风、海啸等等，确保在极端情况下依然能够维持结构的完整性。然后它还有多重冗余设计，包括冷却控制和监测系统，任何一个系统的故障都不会影响其他系统的运行。例如，很多设备都是2用1备或1用1备，确保在一台设备失效时，另外一台能够立马顶上。华龙1号还配置了先进的监控和控制系统，能够实时监测反应堆的温度、压力和辐射水平。一旦出现异常，系统就会自动报警并启动应急措施，确保反应堆的安全。好，除了以上的主动安全以外，就没有别的了吗？当然不是啊，咱还采用了能动加非能动的安全设计理念。冷冻安全系统是高效的，经过工程验证的。非冷冻安全系统可以有效应对动力源丧失，以非冷冻安全系统作为冷冻安全系统的补充，可在保证技术成熟性的同时大幅提高安全性。此外华龙1号的反应堆堆芯采用了177堆芯的设计，就是将堆芯燃料组件数量从157组增加到了177组，在提高堆芯额定功率的同时，降低平均线功率密度，既增加了核电厂的发电能力，又提高了核电运行的安全余量。啥意思呢？燃料组件多了，这大锅炉烧起来，堆芯发的热就更多了，但是平均起来的堆芯的每个区域都不至于那么烫，反而就更安全了。所以你看到了吧？这句话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事实。这是我在漳州满眼看到的都是未来。核电作为储能，随着这些项目的开发建设和运营，一个大型清洁能源基地正在拔地而起，成为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新的发展引擎。可控核聚变永远在等30年，这既是一个玩笑，也是一个魔咒啊！压在迫切需要改变能源结构的地球人身上已经太久了。你看，再等的话，北极的冰都要化完了。但是看起来，想要破解魔咒依然遥遥无期啊！ITER， 相信你或多或少都是听说过这个的啊。这是一个正在法国南部建设中的迄今为止野心最大的可控核聚变装置了，已经将35个国家兜了进来，圈了数百亿美元。但是最新的估计啊，要到2027年才能够完成主反应堆和第一个等离子体的建造，然后呢，到了2035年才可以实现全面的运行。不过到那个时候它就能够开始发电了吗？显然不会啊，因为人家的身份就是一个测试用的装置而已，不是一个能够用来发电的电站吧。这么看起来，好家伙，即便 ITER 能够顺利建成，然后顺利测试，最后再把研究成果顺利的商业化，至少也是2050年之后的事情了。可控核聚变再等30年依然是成立的呀，是不是心都凉透了？好，接下来我就要给你来几剂强心针了啊！也许实现可控核聚变根本就不需要再等上30年，甚至也不需要再等上10年，仅仅在未来的几年之内呢，就有可能会实现了。为什么？因为思路不同啊。
好，所以今天的内容啊，咱们就来了解一下传统的可控核聚变思路，也就是 ITER 所使用的思路，跟那些年轻初创公司所提出来的全新的思路之间呢，有什么样的区别，以及为什么后者反而更加可能成功呢？来，咱们先看传统啊，磁约束聚变，它由一个叫做托卡马克的，长得像是一个甜甜圈一样的装置来完成的。说白了，其内部的环境呢，就是在模拟，不应该是准确说超越太阳。我们都知道，自然界中大规模核聚变反应发生的唯一地方呢，就只有在恒星的内部了。大质量恒星的引力在那儿产生了必要的密度、温度和时间，并且还能够在核心当中保持这种状态，以便使原子核之间连续的发生结合在一起的聚变反应了，持续燃烧输出能量。这种连续点火不熄灭的条件被称为劳森标准，实际上是非常难在脱离恒星后实现的。这也正是我们现在听到某某人造太阳能够点燃多少多少秒之后呢，就兴奋的不行的根本原因了，因为你硬件条件实在是跟人家恒星差得太远了嘛。在恒星上啊，其包裹核心的所有层呢，都能够充当绝缘层和能量交换器。它们一方面维持了恒星内部完美的点火环境，另外一方面呢，又将核心所产生的伽马射线和高速中子逐渐转换为能量较低的光波和原子核运动，也就是热。因此，当它们到达恒星表面时呢，这种能量就可以以红外线和可见光的形式发出，为我们星球的生物圈加热和提供能量，还可以为我们提供光伏能源了。其实我们要的以及正在做的努力呢，就是在地球上还原这个天然的过程罢了。但你一定是想不到的啊！其实我们要做的比恒星它自己要做的都要多很多，因为你别看太阳内部动辄上千万摄氏度的高温，其实它的产热效率是很低的，就连跟我们的身体比起来都是不如的。1立方米的太阳核心聚变时只能产生大约275瓦的功率，而一个成年人稍微运动一下就能够发出超过300瓦的功率了。太阳之所以厉害啊，主要得益于它既有体积又有时间了，所以单个低一点又能怎样呢？但我们不行啊，受各种各样的条件的限制，我们能造的甜甜圈它只能有那么大嘛，而我们还要的不只是能够点燃它，更是要能从它那儿获得额外的能量才行啊。于是就必须要以超越恒星内部的标准来设计和建造托卡马克了。难啊，它不是一个人造太阳，而是一个人造的超级太阳。好，具体介绍，托卡马克呢是一个环形的聚变室，在圆环的周围密布的全都是磁线圈，它们可以产生非常强的磁场，压缩并控制中心炙热燃烧的等离子体，使它们在那儿持续保持正确的密度和温度，创造出急迫斥力实现原子核之间聚合的条件。它目前呢是有几个大问题需要解决的啊。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让它保持燃烧了。我是可以在一开始靠输入大量的能量加热等离子体点燃核聚变，但如果这样的聚变在之后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维持下去，还要靠我不断的往里面继续输入能量，那我要它是干嘛呢？只是点火来玩的吗？显然不是嘛。但问题就在于，无论约束等离子体的磁场有多强，或形成的有多好，它总是会碰上漏网之鱼的嘛。因为围绕着磁场线盘旋的正电子核或者离子呢，会发生碰撞并散射，最终难免就会漂移出磁约束的场地了。而要是飘出去的燃料多了，燃烧不就无法持续了吗？唯一已知的解决方案呢，是使反应对于更大。这样散射的离子呢，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到达等离子体的边界，因此在此期间呢，还可以发生更多的聚变。有点简单粗暴吧？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ITER 为什么有6层楼高，直径也有同样差不多的6层楼那么大了啊？它就是为了给等离子体提供更大的包裹空间嘛。可不过就算是这样的尺寸，仍然不足以维持等离子体的持续燃烧并带来能量啦，只能算是一个更大的测试装置而已了。好，这个问题呢还悬而未决。接着呢，第二个看起来更加实际的问题就来了。就算是我们能够持续点燃里面的核聚变了，那该怎么提取它所产生的能量出来呢？这又是另外一个笑话了啊！即便人类科技发展到了现在这种地步，咱们还是得要靠烧水来提取其中的能量的。托卡马克装置呢，使用氘氚聚变成氦的反应来产生能量，其中的大部分能量会以快速高能中子的形式释放出来。
中子呢是个不带电荷的电中性粒子啦，所以不会加热等离子体，也不会受磁场的限制，一旦产生就会到处乱射。于是我们就专门为它准备了厚厚的防护罩，让它打在上面给防护罩升温，再用这个温度呢把水蒸发成水蒸气，从而为涡轮机和发电机提供动力，产生出我们想要的电力了。不过问题就是啊，中子的持续轰击呢使屏蔽材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退化，并变得非常具有放射性，给拆除、更换和处置都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啊！这个我们也没有想得太清楚啊，而且看起来它好像也不是那么清洁了，对不对？好，第三，核燃料的获取也是个问题了。目前我们使用的是刀川聚变反应，理由是它们发生在所有可能的核聚变燃料的最低能量状态和最低等离子体温度下，因此更容易点燃和保持点燃。然而，氚在自然界中呢是没有大量存在的，它需要在核反应堆中制造才行啊。以我们今天的生产能力，我们都无法制造足够的氚来维持为 ITER 提供动力，就更别说规模更大、数量更多的需要实际发电的可控核聚变电站了。所以听完我这么一说，你是不是瞬间就觉得，哎呀，30年看来都是一个很乐观的估计了嘛？你那些号称几年内就可以实现可控核聚变的初创公司，是不是全都是写 PPT 出身的呀？好，是不是呢？大家自己判断啊，我只是把他们的思路和做的事情分享出来就是了。第一个分享的呢，是一家叫做 Helion 的公司，他们的思路啊，可以说极具颠覆性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觉得都21世纪了，再继续烧水实在是有点不合适嘛，就提出了一种更为直接的能量变现途径，并且大胆的起名叫做直接能量转换，意味着他们将要跳过烧锅炉、转涡轮这些传统的步骤，直接把核能变为电能了。哎呀，好家伙，听起来就不明觉厉，对吧？直接呢就意味着简化，简化呢就意味着高效，而且据他们的创始人说啊，这种方式能量的转化效率可以高达90%到95%。哎，对比之下，普通核电站只有30%出点头啊，厉害了。那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哎，首先啊，跟托卡马克的甜甜圈造型不同，他们的装置呢是个哑铃的形状，看起来就健康了许多。然后呢，燃料换成了氘和氦3的混合气体，从两端注入后，通过电磁辐射来加热成炙热的等离子体。这两个等离子体在磁场的约束下排成环状的队形就位后，接着瞬间被推往装置的中央，以超过100万英里每小时的速度呢碰撞在了一起。所以本质上它就是一个粒子加速器嘛。在碰撞的同时呢，磁场还进一步的加大，为压缩再给了一把力，使其达到1亿摄氏度的聚变温度。在此温度下呢，氘和氦3离子的移动都太快了，足以克服原本会使它们分开的排斥力，融合在了一起，于是就释放出了多于这个聚变过程所消耗的能量的能量。哎，随着新的聚变能的产生啊，这个已经结合成一个整体的等离子体也开始膨胀了起来，它把磁场往回推了。好，重点来了。根据法拉第定律，磁场的变化会产生电流。于是Helion要做的啊，就是不断的制造这样的两股等离子体碰撞，并将它们聚变后推动磁场发生脉冲形式的震荡所产生的电流回收起来，直接利用就好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当然效率就更高了嘛。而且呢，它还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啊。哎，它不需要持续点燃啊！你看，它只需要这么一下一下的脉冲就好了，所以直接越过了一道卡住无数人的鸿沟啊！哎，才让自己有胆说可控核聚变，我10年内就给你端出来啊！另外，作为初创公司，他们的打法也跟国家队完全就不一样啊！这点呢，就有点让我联想到太空领域的 SpaceX 了。他们都是小步快跑、迅速迭代的。Helion 同时运行着很多个原型机啊，每一代之间的时间间隔呢都非常的短，所以就能够快速的验证想法、测试错误、升级迭代，然后持续不断的朝着目标慢慢靠拢了。哎，你看它今天不管怎么失败都是没有关系的啊，关键是通过划掉这些失败的选项之后呢，它能够更快的跑通这条路子啊。就像在 SpaceX 之前，谁能够想到火箭回收能够这么快就实现呢？好，第二家比较有代表性的公司呢，叫做通用聚变。虽然它还是采用了烧水推涡轮的传统转化方式，但是其核反应堆的设计思路呢，还是很有意思的。用大量蒸汽驱动的活塞压缩位于密封舱里面的高速旋转的液态锂和铅的混合物，然后将氘和氚注入这个高压液态金属空腔之内，使它们融合并释放热量。热量呢，先是被四周的液态金属吸收，再被送到热交换器去烧开水，烧完的开水变成蒸汽推动发电机，电于是也就被生产出来了。很简单吧？哎，听起来
就像是一个大号的柴油发动机嘛，只是需要掌握的知识层面高了点而已。当然，还有另外一些创新公司的创新手法，比如把核燃料当成目标，拿一门电磁轨道炮来轰击等等。咱们就不展开说了。总之，随着更多身姿灵活的玩家入场，更多追逐利润的商业资本的投入，我们真的是更有希望比想象中快一点迎来可控核聚变的时代了。日本计划要向太平洋排放，据他说已经是兜不住了的上百万吨的核废水了。至于它到底是真兜不住还是假兜不住，我们暂且不讨论。今天我们就来借着这个机会聊一聊关于核废水的问题。什么是核废水？一座正常运行的核电站也会产生出核废水吗？福岛核电站产生出来的核废水有何不同？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现在就让我们一一来揭开。首先，什么是核废水？我们可以理解为经由核电站排放出来，其中还带有一定放射性的废水。那么这么说起来，一座正常运行的核电站也是会排放核废水的咯？是的，由于核电站呢会大量的用到水，所以排放出来少量的带有辐射的水是非常正常的。这里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核电站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其实很简单，就是用核燃料来烧开水，然后开水变成蒸汽，推动发电机就把电给发出来了。整个过程通常由3个回路组成。回路1里面的冷却水会直接进入反应堆，从中带走热量，为堆芯降温的同时，也把自己变成能量极高的高温蒸汽。接着，它会在隔离的条件下将这些热量传递给回路2的水。回路2的水被加热之后呢，也会生成蒸汽，这部分的蒸汽才会去驱动汽轮机，然后带动与汽轮机同轴的发电机来发电。做完功的蒸汽需要再度变成液态的水去重新参与循环，那就要降温。于是回路3里面以海水或者是湖水为介质的水就是来完成这个工作的。它们不仅将回路2里面的蒸汽冷凝为水，也同时为核电站带走了它所不需要的剩余的热量。所以这样看下来，核电站里面实际有排放的是哪部分的水呢？回路3里面的水了，而它完全不会接触到核反应，所以顶多算是废水，离核废水还差10万8千里。而且即便是回路2里面的水，也是不会跟核反应有接触的，也不算核废水。只有回路1里面含硼的水才称得上是带有放射性的水，但它一直都会参与循环再利用，几乎不会排放。那么为什么我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说正常工作的核电站也会排放核废水呢？因为它可能会在这几个方面来产生可控泄漏，就是那些无法收集且只能排放的泄漏，比如一些泵的机械密封、填料密封等等。不可控泄漏，核电站的设备再好，保障再全，但总是也会遇到故障的，所以这种不可控的泄漏也是会经常出现的。另外，对设备的周期性冲洗，放射性废气中的水蒸气凝结为的水也是核废水的主要来源。那它们通常会怎么处理呢？基本的思路就是把废液变成废固，利用滤网过滤、树脂吸附、蒸馏器蒸馏等方法，把放射性废水变为放射性废固和可排放的水。放射性废固会跟其他核废料一起送往填埋场处理，这部分内容我们可以另找时间再说一说。而可排放水，国际通行的标准就是让它进入海洋。你说它真是一点辐射不含吗？不可能啊。只是在排放前，除了遵循国际能源署的规定以外呢，还必须要符合本国政府所制定的排放标准，使其对环境的危害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但福岛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在被海啸破坏之后，福岛核电站就一直处于废弃状态。刚才我们说的回路1也被相应的破坏了，堆芯熔毁，此时所产生出来的核废水与正常运行下所产生的核废水就有了本质的区别。而且最关键的是，由于内部的反应物状态未知，人们根本就无法对它进行有效的净化处理。暂时能做的就是先把它装在罐子里面，一边堵漏一边想解决方案。这就是为什么在日本福岛县的海边，成千上万个颜色各异的大罐子，如镶嵌在电路板上的电子元器件一般，密密麻麻的在这里铺展开来了。这也是为什么日本憋不住想要把它们灌到海里面去了，因为一方面罐子和放罐子的地方都开始不够用了，而另一方面核废水的产生却一点也不耽搁，还是在以每天170吨的水平稳定增长。说到这儿，我们可能会产生一个常见的错误理解，以为这每天170吨的水是人为浇到堆芯里面帮它冷却，以避免进一步熔毁，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核污染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几年来福岛从来就没有担心过冷却问题，它真正面临的挑战是管不住往堆芯里面自己流的地下水。
福岛核电站临海，地震过后地基受损，地下水就一个劲儿的往这边流，而且地下水还不像河水，好歹还能集中起来有个方向，引一引的话还有可能让它绕个道。地下水靠重力渗透，见缝就钻，见低就填，分分合合，引不走也堵不住。只要是从这一片下海的水就没有干净的，所以现在才会面临这么惊人的废水储量。因为这不是往反应堆里面灌的冷却水，而是这么多年来所有经过此地入海的地下水。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想好处理它们的办法了吗？没有。尽管日本的确曾启动多核素去除设备来处理这些核废水中的数种放射性物质，但一是如同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废水中的具体成分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得到定论，也就是连病根都没有找到，怎么敢说开出来的药有效？二是即便开出了以上的药方，但它也没有针对其中分离手段更复杂、成本更高、耗时更长的一些，比如氢的同位素氚。氚是由海水被高放射性核废料释放出来的中子活化发生核反应产生的，它的物理半衰期为12.3年。虽然发出来的贝塔射线在人体外照射时产生的影响可以忽略，但却可以经由食物链、呼吸道和皮肤等途径被人体吸收摄入，转化为有机结合氚。有机结合氚由于与体液中的氢互换以及新陈代谢作用，会长期滞留在人体当中。于是到了人体中氚不但能通过贝塔粒子的电离作用产生直接的生物效应，还可以通过转换突变方式，致使人体组织产生畸变和癌变，影响巨大。可见，要是将这些仍然含有放射性氚以及其他谁也不知道的成分的核废水直接排到太平洋当中，指望靠自然强大的自愈能力来帮助人们解决这个烂摊子，实际上是赌上了整个地球生物圈的未来的。真的可以这么做吗？我是火箭叔，关注我，一起参与讨论。在远离太阳的宇宙深空得不到太阳能的加持，旅行者1号、旅行者2号、卡西尼号、新视野号探测器们是如何获取能源、维持设备的正常工作，并同地球保持通讯的呢？答案是放射性同位素电池 RTG， 也可以叫它核电池。那么核电池究竟是怎么工作的？除了能把它用在太空里面，还有哪些地方能够用到它呢？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咱们分2个方面来谈，一个是它用什么燃料，另一个是它是怎么用这些燃料的。好，我们开始了。装在核电池内部的是一种叫做钚的元素。钚也许大家并不陌生，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会称它为人类已知的最毒物质，但它同时也是一种强大的核能源。一个直径只有10厘米的钚球重8000克，它如果发生核爆炸，威力可以与当年美国投放在长崎的原子弹相当。不过核电池里面的钚可不是用来发生核裂变反应的，当然那种核电池呢，我们一会儿也会讲到，它利用的是一种钚的同位素，叫做钚238的衰变反应。所谓衰变呢，就是指不稳定的元素将原子核里面的粒子放射出去之后变成另外一种元素的过程。比如钚238在它的原子核当中呢，原本是有94个质子和144个中子的，随着衰变质子和中子分别减少了2个，它也就变成了铀234了。减少的质量去哪儿了呢？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告诉我们，他跑去乘以光速的平方去了，于是换来了大量的热量。难怪马特达蒙在火星上被冻得瑟瑟发抖时要去抱核电池的大腿了，它就是一块红彤彤的小火炉啊！核电池只需要将小火炉里面的热转化成电就可以了，是不是很简单啊？等等，难道这就是他用核燃料的方式吗？这么直接就把热变成电了，真的可以吗？怎么做的？好吧，这个呢就叫做热电效应了。它听起来很高级，可以用在我们正在说的太空中的核电池上，也可以很接地气，比方说用在炒冰机上。前者你是不太容易去体验到的，但后者嘛，要是你高兴，花几十块钱就能拥有了，四舍五入一下也算是体验了一把太空科技，不赖哦。那么热和电之间的转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我还是很好奇这点啊。原来它利用的是温差发电的现象。这个现象其实早在1821年就由托马斯·塞贝克发现了，所以又叫做塞贝克效应。塞贝克当时将2种不同的金属导线连接在一起，然后将其中的一根加热到很高的温度，而另一根则保持低温状态。结果突然发现接近它们的指南针居然旋转起来了，说明这里产生了磁场。后来又进一步的发现，原来这个磁场是由2边不同温度的金属所产生出来的电压形成的电流，从而造成的。
好复杂的关系啊，所以从一开始起呢，赛贝克自己也是没有理清楚的。但不管怎么样，新的历史就此开启。早在20世纪初期呢，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利用温差发电的装置了。当然，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是更加高效的半导体材料。我们来简单说一下它产生电流的原理啊。都知道，热的本质呢其实是粒子运动的激烈程度，温度越高，粒子运动的激烈程度也就越高。所以，当我们把半导体材料夹在一热一冷两片金属之间时，半导体材料里面靠近热源这边呢，运动更加激烈的粒子就会朝较冷方向比较佛系的粒子这边挤压移动，于是冷的这一边自然就很快聚集了大量额外的粒子，它们带什么电，这边显然就带上了什么电了。看起来很像一枚小电池了吧？其实接上电线就可以直接用了，但只有这一枚的话，电压实在是小得可怜啊，那就用很多枚把它们串联起来吧。现在的温差电池就是这么干的。由于串联必须要正极对负极的接在一起啊，所以温差电池里面夹在两片金属板之间的半导体实际上是有两种类型的，一种叫做 P 型，会移动的粒子带正电；一种叫做 N 型，会移动的粒子带负电。在热量的推送下，它们都朝一边聚集，从而夹在一起，产生出更大的电压了。所以你看，核电池发电的逻辑就很清晰啦。先是用放射性同位素的衰变产生持续不断的热，然后再用温差电池将这些热转变成电。以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就能够让探测器持续工作数十年了，直至飞出太阳系了。当然，月亮上也有它，在长达半个月的月夜里面，玉兔2号就是靠它挺过来的。几十年来啊 ，RTG 核电池一直都是深空探测器所依赖的能源，但它的缺点其实也很明显。笨重、昂贵、低效，所以 NASA 正在计划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替代掉它。用什么呢？也是核能。不过这次的核能更纯粹，因为它用的是核裂变，就跟核电站里面一样了。简单来说，这个叫做斯特林放射性同位素发生器的新电池呢，由一个小型核反应堆和一些斯特林发电机组成。依然是一个负责发热，一个负责发电。优势是它的能量转化效率比 RTG 高了很多，所以只需要携带原来的1/4燃料就足够了，发射重量减小了，发射的成本也就降低了，并且也可以让航天器携带更多的有效载荷，执行更丰富的太空任务了，益处多多啊。核反应堆大多数人都听过，并且也大致了解它是怎么工作的，但这个斯特林发电机是什么呢？它又是怎么工作的呢？我们最后再花点时间来简单介绍一下它。让我们先来看一段斯特林发动机的演示。至于发电机嘛，只需要把这个旋转的飞轮去掉，换成一个可以切割磁场的线性发电机就可以了。斯特林发动机的发明也是很早啊，1816年就由苏格兰人罗伯特·斯特林申请了专利。它的结构也很简单，就是一个密闭的气缸和2个活塞，利用冷热空气的压力变化来推动飞轮旋转的。大活塞将气缸分成2个部分，但是边缘依然留有空间，能够允许空气从其中穿过。开始工作的时候，发动机的一边被加热，于是热空气开始膨胀，并推动大活塞压缩另一边的空气。被压缩的空气又挤着小活塞往外跑，用曲柄连着小活塞的飞轮因此开始转动。它一转动起来，又带动同样用曲柄连着它的大活塞开始往里走了，回到原本的位置。此时气缸里面的空气几乎全都来到另一边了。在这儿，它会被快速降温，冷却之后体积变小，气压差，于是又将小活塞拉向里面，继续带动飞轮旋转。就这样来来回回，周而复始，只要加热不断，发动机自然也就停不下来了。这个发明在当时造成了极大的轰动，被当成可能会影响到人类的工业进程，但实际肯定是高估了。这么多年来也没有见它出现在多少正经的地方。然而现在 NASA 对这个新玩意儿却充满了信心，认为它一定能够成为解决人类深空旅行和外星殖民的关键技术之一。至于是不是呢，我们拭目以待，但至少今天我们一起弄懂了一些超酷的太空技术，对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想亲手做一个核聚变反应堆吗？其实没有多难啊，只要你已经年满12周岁，就有可能会实现了。因为之前的打样已经有了啊。2018年，一个12岁的孩子在家里面成功制造了一个核聚变实验装置，成功跻身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手搓核聚变的人。所以你能不能成为第2个呢？关键就在于今天你这节课能不能听得认真了。想要手搓核聚变反应堆啊，你首先得放弃托卡马克爪拥抱仿星系。这2样东西呢，都是能够实现核聚变
电的装置，但是前者的热度远高于后者。我来打个赌啊，你八成连仿新器这个名字都没有听说过吧？我要是猜对了，请给我在这儿扣个1。为什么托卡马克比仿新器更受欢迎呢？原因很简单啊，因为它只需要暴力出奇迹就可以了，只需要给高温等离子体来上一个超强电流，就能够把它们约束在设备内部产生聚变了。而仿新器呢，要的是巧劲儿啊，它不用什么超强电流，但是却需要极其复杂的磁场几何设计，通过特定的三维扭曲和排列，使得磁力线形成一个螺旋状的路径来困住其中的等离子体。它不仅设计上难，制造上更难，因为它需要制造商以毫米级精度来构建大孔径的线圈。哎呀，真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玩，你才会有机会嘛。仿新器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物理学家莱曼·斯皮策在1951年提出的。斯皮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他提出了利用磁场来约束等离子体以实现核聚变的想法。仿新器的这个名字来源于拉丁文 Stella， 意为星星，因为斯皮策希望这种装置能够像太阳一样通过核聚变释放能量。斯皮策设计的第一个仿新器原型名为 Model A， 于1953年在普林斯顿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及 PPPL 建造完成。这是一个小型的实验装置，用于验证基本的磁约束概念。尽管初期结果不尽如人意，但这一装置奠定了未来研究的基础。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仿新器研究面临了诸多的挑战，包括等离子体不稳定性和磁场设计的复杂性。尽管如此研究人员继续改进设计，建造了更为复杂的装置，例如 Model B 和 Model C。在这个时期，仿新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但其他国家也开始对这个装置表现出了兴趣。尽管如此，由于技术上面的困难，仿新器的研究一度被托卡马克装置所超越，后者在等离子体温度和密度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既然我们都说到托卡马克了，那我们就正好在此切入介绍一下托卡马克装置的工作原理吧。托卡马克装置呢，也是利用强大的磁场将等离子体束缚在一个环形的真空容器当中，以防止其扩散和逃逸，从而增加聚变的概率的。请看这张原理图，它的核心中间的那根柱子，红色箭头部分就是通过变压器引起的电场来驱动等离子体的电流，它会产生一个极向磁场，该磁场将等离子体电流弯曲成一个圆形，就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绿色的垂直圆环，这样就可以有效的约束等离子体了。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围绕圆圈长度的磁场被称为环形磁场，即绿色的水平圆环，推动等离子体做水平的环状运动。两个垂直和水平的场结合，就形成了一个螺旋结构的三维曲线，就是我们在这儿可以见到的黑色的线条和箭头。在其内部，等离子体就受到了高度的约束。托卡马克装置的优势目前主要有2个，一个是在保持等离子体高温方面表现优越，这是因为它的磁场结构能够有效的约束高温等离子体；二是它目前运行的装置数量比较多，大约有60个，这就为研究和改进可控核聚变提供了丰富的试验数据和技术基础。但同时，尽管托卡马克在高温方面表现出色，却在维持等离子体的长期稳定性方面存在挑战，而且它需要通过变压器来驱动电流，这就增加了系统的复杂性和运行的难度，还有成本。这就是为什么托卡马克一般建造的非常庞大了，因为它的复杂性很难让它小得下来嘛，反而是越大越有优势。那咱们再来反观仿新器，虽然其工作原理也是利用了强大的磁场来约束等离子体，但不同于托卡马克，仿新器不需要通过变压器来驱动电流，相反仿新器通过扭曲磁铁来形成螺旋状的磁场，这种构型天然的就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磁场分布，从而有效的约束了等离子体。尽管在早期遇到了困难，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它逐渐迎来了复兴。科学家们通过计算机模拟和更加先进的磁场设计，解决了许多早期的技术问题。仿新器设计的一个重大改进是螺旋相位结构，这种结构大大提高了等离子体的稳定性。同时由于不需要使用变压器来驱动电流，这就简化了设备的设计和运行。你看手搓党们的希望有没有看到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科学家们正致力于进一步优化磁场设计，开发更加高效的材料和控制系统，以提高仿新器的性能和可操作性。虽然托卡马克目前在聚变能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但仿新器凭借其在等离子体稳定性方面的独特优势，仍然是有可能成为未来聚变能电厂的重要选择。最后，我再给你们介绍2个重要的仿新器研究项目吧。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 IPP 建造的 Wendelstein 7X， 它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先进的仿新器之一了。Wendelstein 7X 于2015年首次运行，其目标是证明仿新器
在长时间保持高温等离子体方面的可行性。该装置的设计特点包括高度复杂的磁场几何形状，这就使得等离子体能够在更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另外一个是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 HSX。它是一种创新型的仿生器，旨在研究磁场对等离子体稳定性的影响。HSX 采用了螺旋对称磁场设计，试图进一步减少等离子体的不稳定性。好了，又被知识冲刷了一遍大脑，你感觉如何呢？空间旅行的游戏规则终于要被打破了吗？原本即使碰上好的时候也要飞上8个月的火星之旅，很有可能呢马上就会被缩短到45天。这是谁说的大话？他又是凭什么敢这么说呢？好，是2个重量级的单位合起来说的，NASA 和 DARPA， 美国宇航局和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他们宣布将合作研发采用核动力火箭驱动的载人航天器，来缩短未来太空任务的飞行时间了。这里的未来是指多久以后的未来呢？5年，也就是短短的5年而已啊！你看概念图都已经出来了嘛。这款正在被开发当中的名为 Draco 的飞船，将最快在2027年来到现实当中。至于到时候能不能真的飞得起来，还有待观察。但是从他们这么自信高调的宣布上看起来，技术准备啥的应该是比较充分啦。当然是充分了。负责造核动力火箭的 NASA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呢就已经提出并完整的测试过核动力火箭了。准确的说，应该叫做核热推进式火箭。我们先来看看它跟传统的化学推进式火箭有什么区别啊？传统的火箭里面，当然是液体的火箭啊。结构其实是相当简单的，首先是2个巨大的罐子，一个是用来储存氧化剂，通常是液态的氧气；另外一个呢是用来储存燃料，通常是液态的氢气、甲烷或者是煤油。然后这2种元素被泵入到燃烧室，在这里爆炸产生废气，最后产生的废气通过特殊的喷嘴加速往后喷出，以此来制造出推动火箭前进的推力了。所以你看哪怕前面的步骤再复杂，其实最后产生作用的无非就是高速喷出的气体嘛。那好，咱们用别的方法来制造这样的高速气体行不行？这个呢就是核热推进的概念了。通过核裂变反应产生的巨大的热量来加热氢气，使其迅速膨胀后喷出，制造推力。具体呢是这么干的在核热推进式的火箭里面也有2个罐子，一个罐子里面呢是装满了液态氢作为推进剂，另外一个罐子其实不应该叫做罐子毕竟里面是用来发生核裂变的，是个核反应堆，其中装着浓缩铀。在自由中子的轰击下呢，铀原子核被撞开了花，于是释放出更多自由奔放的中子去轰击更多的原子核，形成了我们所谓的核裂变链式反应。期间将巨大的热量就释放了出来，温度可以高达将近2800摄氏度。好，高温锅炉已经备妥，剩下的就是将氢泵入其中了。这将是一个比燃烧爆炸高效的多的膨胀过程经过核反应堆加热的氢气，温度瞬间就来到了2500摄氏度的水平，于是获得了极高的速度，就喷得特别的有效率基本上能够达到化学火箭的2到3倍的水平。同时，由于铀的体积几乎可以忽略，所以这样的火箭实际上只需要带上氢一种燃料，就既省下了空间，也省下了重量，自然是能够飞得又快又远了。核火箭最早是由 NASA 和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于1961年合作提出来的，然后就在一代大师冯布劳恩的带领下，风风火火地展开了研究和验证了。他们当时的计划是在登月之后呢，就要用核火箭在1980年代将人类送上火星。这个呢，其实也就是为什么他们非要开发核火箭的根本原因了嘛。因为不论是所能够携带的生存物资，还是防护措施，传统需要飞上8个月才能到达火星的火箭，根本就不足以保障宇航员的吃喝拉撒，以及免遭宇宙射线的伤害嘛。唯一的办法就是快，把数月的旅程呢变成数周，而效率更高、几乎没有工作期限的核火箭，当然就是最好的选择了。因为当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些核火箭的开发经验了。1955年，军方主导的漫游者计划就在洛斯阿拉莫斯点燃了第一台核热推进反应堆。接下来的发展关键呢，就是如何将这个反应堆小型化到能够真正放到导弹上面了。是的，是导弹。军方想要的其实是一台可以用作洲际弹道导弹上面级的核动力发动机。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面呢，工程师建造并测试了10几个大小不同、功率不同的反应堆。渐渐的这项技术就越来越走向了成熟了。随着漫游者计划的成功， NASA 也将目光投了过来。
核发动机能够推导弹，怎么就不能推我们载人的大火箭呢？于是 NERVA 计划诞生了。它是用于运载火箭的核发动机计划的缩写。在内华达沙漠 ，NASA 造出并测试了更大更强的核火箭发动机，无数次的将高速氢气喷向天空啊！第一台发动机 NERVA NRX 加起来总共测试了将近2个小时，其中有28分钟呢是处于其最大的功率的。第二台发动机 NERVA XE 一共启动了28次，运行了115分钟。最后，他们测试了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核热推进发动机，Phoebus 2A 能够产生4000兆瓦的功率，连续冲刺12分钟之后呢，没有任何的问题。自此，该项目的工程师们呢就都信心满满了啊。虽然没有任何一台发动机装到过真正的火箭上，但是他们相信飞向火星的引擎，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不过登月过之后呢，美国政府却突然就对火星失去了兴趣，他们改为支持另外一个项目了。航天飞机，好吧，其中的原因自然有很多啊，这点我们就不展开了。但结果就是核火箭的开发计划在1973年戛然而止，并且自此之后呢，便就没有做过任何的测试了，直到大家对火星之旅又重燃热情的时候。几年之前，NASA 便重启了自己的核火箭计划。只是这一次呢，它升级了，由单一的核热推进变为了核热与核电融合在一起的双模核推进。什么是核电推进啊？简单说就是依靠核反应堆为霍尔推进器，也就是离子发动机提供电力，通过霍尔效应产生电磁场电离，并加速惰性气体，比如氙气从尾部喷出，以产生推力。当然啦，它的推力呢是十分有限的。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将它跟核热推进结合起来了。核热负责快而猛，核电负责柔但久，将两者的优势结合起来，就能够让火箭以更高的比重、更高的工作效率和几乎无限的能量密度，不断加速着冲向宇宙深空了。目前这样的发动机呢，已经在概念上诞生了，它叫做带波转子顶点循环双模核推进方案，名字是又长又复杂，但没有关系，我说过你忘了就可以了，反正它最后肯定还是会换个通俗的名字的。发动机呢长这副模样，装在火箭上的艺术渲染图呢是这个样子的，非常科幻啊。所以嘛，剩下的我们就拭目以待吧。2027年见分晓哦。好莱坞电影有一个相当经典的画面，主角在最后关头从一辆即将爆炸的汽车里面爬了出来，然后狂奔逃命，在最后一瞬间呢离开了爆炸伤害的范围，但是却在巨大气浪的推动下往前飞了出去。当然肯定是不会受伤的，不过咱也不关心这个，我关心的是爆炸把它推出去的这个过程。你说能用同样的方法来推动火箭吗？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些看似奇葩但却实际存在，准确讲应该是存在过的火箭推进方式。首先，咱们得要知道常见的火箭推进方式是怎样的。就拿目前我国推力最大的长征5号运载火箭来举例啊，在它的第一级的舰体四周呢，捆绑着4枚装着液氧和煤油作为燃料的助推火箭，而它的第一级和第二级舰体本身呢，装着的是液氧和液氢作为燃料的火箭发动机。当火箭点燃这些液体燃料会猛地往下喷射，在牛顿第3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作用下呢，就往上加速飞了出去。但是这其中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些燃料的体积和质量其实挺大的。尽管火箭自己已经做得够大了，但是带上天的燃料还是十分有限啊，顶多烧个几分钟就烧完了。虽然已经能够把火箭加速到每秒10来公里的速度，使它脱离地球的引力束缚，但是想要继续再加速呢，已经不可能了。于是，在我们想要到一些稍微远一点地方去的话，比方说最近的邻居火星，都要慢悠悠的飞上9个月的时间。要是火箭能够一直拥有推力，一直在加速的话，岂不能把星际间旅行的速度加快很多吗？既然只是携带的燃料受到了限制，那能不能在燃料上下点功夫呢？有什么样的燃料能够持续的烧上很久呢？你一定已经想到了吧？那就必须是核燃料了。对了，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内容了——核动力火箭。而且根据作用方式的不同呢，还分成了2种不同的类型。一种说出来就像是开玩笑一样，把自己给炸出去的；另一种呢，稍微正常一些，也是喷出去的。那么我们下面就详细的来讲一讲。先说第一种爆炸推进式。抱歉，这个真的是有点太无厘头了，怎么说都怎么像是在闹着玩一样。
但是在20世纪50到60年代呢，这可是一个被非常严肃对待的想法，并且呢还催生出了一个美国的秘密项目——猎户座计划，旨在利用核爆炸的力量将一些极端的载荷送入到地球轨道，甚至是更远的地方。它其实是有一个相当严肃的称呼的——核能脉冲推进。最开始由著名核物理学家斯坦尼斯拉夫·乌兰在计算后提了出来。他最初的想法是在火箭发动机的燃烧室里面引爆一枚小核弹，然后利用水作为推进剂来推动火箭。不过很快呢，他就将这个想法升级成了一个更好的模型，即在火箭的外部投放核弹并引爆来推动火箭。他是这么工作的啊。火箭尾部会以每秒2到4枚的速度向后投放小型核弹，这些小型核弹每一枚大约有5000吨的 TNT 当量，在它们爆炸之后呢，会将大部分的能量以冲击波的形式输入到火箭尾部的一个挡板上，并推动火箭前进。就在这样一次一次不断爆炸的冲击力量之下呢，火箭就能以脉冲的形式不断往宇宙深处进发了。这个想法在今天看起来呢，是怎么看怎么不靠谱，但是在二战刚刚结束那阵子呢，人们对于和平利用核能正处在最疯狂的那段时间里面，所有人都觉得，这个点子妙极了。其中就包括那位著名的英国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提出了戴森球的那位戴森。于是政府很快就拨出了数百万美元，要求这帮科学家把这个奇妙的想法发展成为一个可以实际工作的模型。很快一个直径1米、长得像颗子弹、装着常规炸药的模型便制造出来了。在实验当中呢，它居然真的能够骑着一连串的爆炸在空中稳定地飞出一段距离。根据计算这种情况到了真实比例的猎户座飞船上也会是极其相似的，能够提供出2到4G 的加速度，可以同常规的化学火箭相媲美。而且这种脉冲推进的方式反而还可以为航天器的设计带来一些原本没有的优势，因为它可以做大，做得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只有把航天器做大做重了，才能更有效地吸收爆炸产生的冲击波。于是这就跟阿波罗飞船和土星5号的建造思路完全不一样了。前者是要讲究怎么轻怎么好，用的都是一些轻质的复合材料，而猎户座呢，则可以直接用上最普通的钢材，在最普通的工厂里面用最普通的流程制造出来。实际上，造它跟造艘核潜艇没有什么两样，两者都是能够支持船员进行一次长时间的旅行而已，并承受一定的压力。显然太空中所承受的压力远不如深海当中承受的多啊。弗里曼·戴森通过计算表明载人的猎户座飞船可以吸收每秒大约10米的加速度，所以想要进入地球轨道的话，只需要携带大约1000枚小型的核弹就可以了。而想要进行星际旅行的话，那就多带点核弹不就好了吗？一直炸一直加速，想要加速就一直炸呗，很理想吧？不过发射这样的火箭，场面想必也很炸裂吧？一枚火箭伴随着蘑菇云一起缓缓的上升，我怎么都想不到这是在探索宇宙，反而是觉得在毁灭地球。大量的核辐射怎么解决？万一发射的过程中，火箭肚子里面的数千枚核弹一起爆炸了怎么办？这些在冷战时期不太受重视的问题呢，随着冷战的结束被逐渐搬上了台面，公众的情绪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曾经被吹捧的能够替代土星5号将人类送上月球的猎户座计划，也就永远被叫停了。化学火箭虽然效率很低，但是毕竟安全所以迄今为止呢，还是我们离开地球的唯一选择。说到这儿，有朋友可能就要问难道利用核能就没有稍微温和一点的方法吗？除了炸它，就不能有别的办法吗？你还真别说，有的，也是美国人在上个世纪60年代搞过的，就叫做核推进计划，目的也是想要用更快的速度实现星际旅行。它是这么来工作的利用核反应堆产生的高温来加热氢气，然后这些高温氢气会从火箭尾部的喷口以极高的速度喷出，为火箭提供推力，并且呢，这样的推进效率会是化学推进剂的2到3倍，再加上不需要像化学火箭那样携带液氧了，省下的大量空间都可以装上更多的液氢，够火箭持续加速好一阵子了，从而实现把到火星的旅程从9个月缩短到3个月，让宇航员在太空当中呢少受一点辐射。不过宇宙辐射的确是能够少受一点但是飞船上不是也自带一些辐射吗？两者一加呢，到底是辐射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还真不好说。的确虽然听起来跟前者的爆炸式推进比起来温柔了很多，但是风险却没有少多少，依然还是会在发射时产生大量的核辐射，依然会面临随时变成一枚巨型原子弹的风险。尽管 NASA 在50多年前就已经证明了用核能来推动火箭是可行的方案，但是它就算摆在那儿，我们谁也不敢用除非用更加安全的核聚变。
NASA 最近发现了一种在金属固体原子间引发核聚变的方法，叫做晶格约束聚变，据说能够为未来的深空探测任务提供一种全新的能源模式。传统的核聚变呢有2种，一种叫做惯性约束，此时的核燃料，比如氘或者氚，被激光压缩到极高的水平，然后才能在极短的纳秒级水平的时间里面呢发生核聚变，释放出能量。另一种呢叫做磁约束，燃料在等离子体中被加热到温度远高于太阳核心的温度之后，才能发生核聚变反应。这2种方式目前输入进反应堆的功率都远高于输出的功率，而且体积庞大，完全无法在航天器当中利用。但晶格约束却可以在室温条件下创造出使单个原子达到聚变融合的条件，这就非常厉害了。尽管离真正投入使用还差得很远，但是基于此的研究一定会为未来的深空探测和星际间旅行带来新的能源解决方案。也许核动力火箭真的是很快就要呼之欲出了。好了，关于这点你是怎么看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咱们多多留言来互动吧。